前兩天有個哥們家殺豬啊，給送了一個大後丘。我本來想醃火腿，但我們家人嘴急呀，等不了那麼多年。我來吧，既然就吃大串了，都給他卸他。忘昨天100塊錢收個吊爐，這爐子不出意外，應該比我歲數大。我給你們看看他們串這串多實在啊！半斤一串的蜜汁梅肉，1斤一串的五花，還有1斤一串的麻排，然後還穿了好多別的串。這個全翅和雞脖子，好多年沒吃過吊爐烤的了。土豆和鵝蛋都是包上锡紙就扔最底下了。這一小盆裡其實是最狠的，這個是蝦仁豬心。這一鍋串呀，中間打開爐子翻面的時候，那香味我就已經受不了了。我一點不撒謊，我當時都想舔舔地下这油了。我们吧不会烤馕，就买了几张发面餅。這餅夾串可太带勁了，還吃出點小時候放學在小攤買串那種感覺。我爸說他小時候就站水堆上這麼吃，然後屋裡這些等教的吧，就說這溫度不行，烤得太慢了。很慢確實是慢點，但也有點人為因素。那你說我們仨在這看着爐子，那串熟得快的，我們還能眼睜睜看它烤糊了嗎？那先吃點不也是屬於沒辦法的事嗎？供不上溜，他們自己就想招了，有拿烤箱烤的，還有拿空氣炸鍋幹的。我家這空气炸鍋是我當時趁拼多多搞活動9塊9搶的。反正空气炸鍋這玩意兒吧，也不分牌子，你給它拆開，恨不得裡邊導熱構造都一樣的。這玩意兒不挑樣子，買個便宜的就行。鏈接放評論區了，趕緊薅吧。這一鍋必出不少油呢。反正要過年了，油炸食品還是收斂點吧。那過年還得見人呢嗎？不是。最後一鍋就拿屋吃了，還配點喝的，一鍋肉湯燉的酸菜血腸，還有一鍋鮮蝦疙瘩湯。吃飽喝足就得幹活了，還有10來斤乾腸沒灌呢。這個工藝現在已經非常簡單了，就買現成的料按配比來就行了。基本上手勤快點的就都自己在家灌了，而且在家整的肉吃的也放心呢。我們這一盆正好是20斤，晾個6、7天就能吃了，到時候看看能剩多少斤。反正這麼一折騰吧，我們也有點餓了。臨了10點多又烤了一爐，我當時就尋思呀，這哪個鄰居家窗戶要是漏點風，媽這回得遭點罪呀。我最近去參加東東和37的婚禮了，作為他倆的10年老粉，我打算把他們的婚紗照做成一個5210塊的純手工拼圖送給他們。但是這拼圖整整做了18天，做的我差點沒趕上他倆婚禮。剛開始我是想給他倆做個紙質拼圖，所以前幾天我們一直在研究怎麼把紙殼做成硬紙板。但是忙活了幾天，我發現做紙板根本遙遙無期，倒是做出不少30年前我奶家用的廁紙，而且我弟嘗了一口，就連味兒都是一樣的，我當時都崩潰了。我心說研究了6、7天，合着紙質拼圖就研究出個紙，完了還是側的。所以後來我就想給他倆做磁吸拼圖了。我打算用1毫的軟磁貼粘上1毫的卡紙板，組一個1.2米乘1.8米的大畫板，然後把他倆的婚紗照畫到這上面。但是這畫畫起來實在太折磨人了，這裡邊頭髮、眼睛這種細節的地方實在太多了，甚至包括養樂多的狗毛都需要一筆一筆畫出來。我後來數了一下，這畫我弟和我二姨一共呢畫了7萬來筆。然後在空白的地方，我們畫了幾個 Q 版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全網最深的記憶點了，包括白眼狼先生也在此占有了一席之位。這畫到最後我們一共熬了5個大夜，那後期我仨對咖啡都免疫了，就甚至連那老補心丸我們都開始一板一板吃了。這活幹得太費命了。後來裁塊的時候，因為實在是沒法裁成拼圖形，就都讓我們給裁成不規則的滾刀塊了。但是裁的時候撒了好多紙屑，家裡整的賊亂。好在之前在抖音商城雙11好物節買了個天可智能洗地機，恆壓活水洗的賊乾淨，而且還是超長續航。我買的時候到手才2000多。現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能買同款。抖音雙11打直球，一件立減不用湊，上亿神券更超值，超多好物都壓到了全網超低價，超好囤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後裁拼圖的时候，我感受了一下，要真裁成5000多塊，那每一塊都太小了，所以最後折了個中，我們給它裁成了2999塊，而且裁完之後，我們又把整個拼圖都拼上了，給他倆照了個相。我說但願這不是他倆唯一一次看到這個拼圖的全貌。最後打包的時候，我還給他倆做了個100年好合，但是因為整個制作過程比較趕，就導致我倆去送拼圖的時候非常極限。我倆抱着這20斤的拼圖，從哈爾濱到杭州一直都在狂奔，給那鞋底兒都要磨出火星來了。好說歹說算是趕上了，然後給他倆講解了一下這個拼圖的構造。我估計有這麼個大玩意兒，他倆的婚後生活應該是不會無聊了。就我做18天是得拼啊哥，多少天？18天。那我敢肯定你18天肯定拼不完。我们同學過2天就要領他爺他奶上三亞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。但是他爺他奶年齡大了，坐不了飛機，只能坐火車。哎呦，我哈爾濱到三亞坐火車，我說哥們，你這趟是押標去了呀？
老話說上車餃子下車面，所以這頓必須得有烤包子呀。這包子剛開始餡兒多了，完就使勁往裡包，後來覺得餡兒不多了，就加了點洋蔥。再後來啊，餡兒裡沒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蔥餡的。完，我們同學含着眼淚跟我說走之前我能不能點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飯，還有一個是你前老丈人給你做的那個廣式雞包。真的，就他那個眼神真誠又篤定，我一下沒整明白，我說你是要走啊還是要走了？我說咱今天吃的是飯呢還是席呀，哥們兒？我弟說哥你別跟他生氣了，你看看我點這倆菜，他點的麻辣拌、剁椒魚頭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，我真是我弟從來就不願意吃那老爺們吃的東西，你發沒發現？還給他準備了一箱整整9盒自嗨鍋，都是趁現在拼多多雙11花1塊錢搶的。這毛血旺自熱火鍋賊入味兒，還有梅扣和沙牛飯都嘎嘎好吃。鏈接我放評論區了啊，你們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們爺仨得坐4天火車，我都怕這一箱不夠啊。來吧，吃上家了，走飯、紅肉、山排湯、澆頭、碧蝦。烤包、醬煲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這小子說這頓飯還有一個目的，想要走我燉肘子的秘方。我說幹啥呀？你要上三亞開飯店去啊？他說不是，主要從來沒單獨和他爺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頭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門平事的手藝。我前段時間被一個視頻種草了富平柿子餅，那柿子餅金黃的，掰開還有點流心的狀態，看着可給我饞壞了。所以我買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尋思我也在家做點。但是這玩意在家做很麻煩，因為沒有什麼太趁手的工具。這1500多個柿子，我們愣是一個一個拿錨子削的皮。而且這柿子餅在晾的時候，對溫度和濕度都有很嚴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爾濱晚上已經零下了，就是它極有可能還沒等晾成柿子餅呢，就先奔凍柿子去了。所以我們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來開窗通風。就這麼折騰了3天之後，柿子還真是一個都沒動。但我們算是徹底涼透了。後來我尋思這天只會越來越冷，也不能一直這麼折騰啊，所以我決定給這些柿子在家蓋個小房子。有了這房子之後，我們的工作就輕鬆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裡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時候我們就負責開門關門幹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後來大冷的時候，我還上了點供暖設備，3000瓦一個的暖風機，我同時開了3個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時候，這屋裡也依然保持恆溫10度。就富平柿子餅可能是靠天養的，但我這純是愛的供養，那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。完那月電費2500。這柿子晾到縮水2/3的時候，再等幾天就可以挑軟柿子捏了。然後這幾天沒啥事兒，我就整了點尋味師的螺螄粉肥牛火鍋，1塊錢就到手這一大箱。這一份裡有2大塊豬蹄兒、4隻鴨掌，還有滿滿1鍋肥牛和配菜，味兒也特別正。他們家的花椒雞海鮮火鍋也是湯濃味鮮，還有這半隻雞拉麵也真的有半隻雞在裡邊。現在拼多多有1萬個試吃名額，每個名額9盒3個口味，鏈接我放評論區置頂了，鏈接在就是還有名額可以搶，你們快去看看吧。然後也就是在這幾天裡，我發現試朋友裡陸續多了好多這樣空聲，問誰都說不知道，於是我乾脆上了50把鎖，每人分了10把鑰匙。我算是品出來了，對於互相不信任來說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互相制約。然後這柿餅捏完之後就已經非常非常好吃了，皮兒有嚼勁，餡還有水分，這就是特別好吃的鮮食柿餅。但是據說5次霜之後會更好吃，所以我們就一層皮兒一層餅拿着接着5霜了。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餅外面真的就結出一層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為是裹的糖粉呢，沒想到真的是自然結出來的。這柿餅因為捂霜的時候不是特別乾，所以它現在依然是一個流心的狀態，而且冷凍之後會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覺特別爽。但是因為沒燻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餅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還是有點發黑。不過真的每一個都是齁甜齁甜的。但我發現這玩意兒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來個柿餅，結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時候，我的嗓子還有點說不出話來呢。哎呦，我這一大鍋誰能頂住啊？我其實除了枸杞還有一個地中地，他是我爸的媽的弟弟的兒子的媳婦家孩子。他說好長時間沒擦大哥了，今天來看看我倆。扛了2箱焙火燃茶上來，說串門不能空手。哎呀，上我家拿茶葉的不少，帶茶水的真是頭一個。我昨天問他想吃點啥，他想到早晨3點多告訴我鍋包肉、魚香肉絲、麻婆豆腐和雞公煲。我說哥們就這麼幾個快餐店的菜，那至於想到天亮嗎？他說哥呀，我不到這個點我聽不到自己內心的聲音。他內心的聲音其實就是蓋飯，但他哈喇子盡頭應該就是我這鍋大骨棒。我一個沒看住，他把我準備炒回鍋肉的五花肉全扔裡了。我現在覺得這點蔥綠的恰到好處。
完了，我問他是否小酌，他說還是喝茶吧，20來歲該養生了。這焙火燃茶是無糖的，用的還是大紅袍，特別純粹的茶香，他爸都挺願意喝，配着一桌子香的辣的，正好解解膩。然後他跟我說，你家肯定有豬油，能不能給我來一碗豬油拌飯？真的，我懷疑他這300斤體重裡起碼有200斤是心眼子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豬飯、魚肉、鍋包、五穀蒜、五花前刃、茄末、婆夫、黃雞、牛滑，還有他要酌一下的燃茶，还得說胖子会吃，這白肉蘸點蒜泥，當時給我香迷糊了。我又来了一碗麻婆豆腐蓋豬油拌飯，這香味活該得想到天亮。完这小一口大骨头，一口燃茶呀，因為這每瓶有11克膳食纖維，他喝完了能刮過肚子裡。你瞅他吃這麼香，我說你說句實話吧，是不是家裡有啥狀況供不起你了？他說哥呀，我媽在家只給我吃水煮菜，我唯一能吃點有滋味的是健胃消食片。我爸跟我媽在家吵吵了，他倆一個想出去吃，一個想在家吃，然後在僵持階段，他倆幾乎是一起說的，讓你兒子回來做呗。你說這人退休了能閒成這樣啊？2口打仗6韓玩。我回來一看，羊蝎都換好了，我也沒整明白這是什麼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這倆人啊，就屬於在水塘裡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這肘子，我說咱今天烤一次試試唄。我媽說我幫你扎眼吧，還解恨了。我說媽，你別這樣，我一貫勸分不勸和呀。這個醬湯羊蝎子是一個老師傅給的方，他說他們飯店靠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帶着方子出來單幹來了，第2年就倒閉了。這條魚眼肚瞪那麼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為啥，下的粉條給它一起撈了，這個菜就叫德芙妮燉大眼兒。这灶這麼站着，啥時候能吃上飯呢？好在家裡有一個真米析出機，設置好時間和溫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專業級味道。你想要幾分熟就能幾分熟，而且還能炒菜，輕鹽少油，告別猛火爆炒，讓你的飲食更健康。我媽說頭2天燉只雞才25分鐘，我說媽，我這蝎子撈了快2小時了，你早他媽尋思啥了？我媽告訴我負債子償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德烤肘、北水肚、蝦炒白肉、醬蟹、肉芽、飛牛、墨茄、鬧大眼。我怕他倆吵吵，我吃飯給我姑都找來了，然後又把我弟貢獻出來了。這娘倆捨命陪我媽喝呀，後來互相搀扶着回的家。他倆真辦事啊，啥也別說了，我以後對我姑父好點吧。